前文再續嘅書接上一回啦。爬爬杆有个神奇的技能，就是不管董璇说什么，他都能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，然后就开始卖惨。俩人在阿那亚吃饭，先看爬爬杆被辣到时，董璇是怎么做的。点好辣。哎，还有，我给你擦一下。滚！我忘了我咋说了。现在董璇被辣到了。这3个下来，皮蛋是最不辣的。爬爬杆没给老婆倒杯水，却超绝不经意地建议他。你知道臭豆腐？但是臭豆腐辣，菜是辣的，臭豆腐也是辣的，这俩一起搞到胃里，对其颗粒度，辣跟更辣形成了闭环，以毒攻毒，以辣攻辣，决一死战。最终只剩下一个辣的时候，就不那么辣了，是这意思不？爬爬杆，媳妇儿辣的滋儿响，爬爬杆却开始忆当年。臭豆腐就能想到那会儿，就是刚离开家，然后刚来北京，就自己打拼那段日子。董璇回忆起他的成名作，我是02年拍的《寻花女神龙》。那个时候您播所有的地方卫视，全是在同时播那一个戏。还没说完，爬爬杆就立即抢话。你看我那会儿刚来北京那会儿，你不知道什么该去哪儿去找工作，然后那会儿就只知道有北影厂嘛。董璇所有的话题都没有回应，所有的话头都飘在空气中，因为爬爬杆只要一开口，山路18弯，一准儿能拐到自己身上。他们相处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，董璇的输出都是正向的，而爬爬杆的输出都是消极的。董璇在爬爬杆眼里不是太太，而是心理医生，要听他吐苦水、倒垃圾。夫妻之间如果一方总需要扮演倾听的角色，不断接收来自另一半的消极输出，那这个人只有2个结局：被拖垮或者疯掉。可是董璇却沉浸于拯救爬爬杆这个苦孩子的巨大荣耀中。所以我就感觉他很需要我。人说最大的爱是母爱。得到母爱的爬爬杆也自然而然变成了一个400个多月的宝宝，一大早起来就摇头晃脑地上演老蝌蚪找妈妈。这莫名其妙的忽然脚步一顿，我真怕他喊出一句 Mommy, I want some milk. 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俩的榫卯结构在这个层面可以说卡扣卡得相当死。董璇晕车，爬爬杆关心太太，你想多了吧？他眼珠子一转，也不甘示弱地开始反酸水儿。夫妻俩人在车厢里短暂地来了一段 B-box。俩人换着开，董璇说起父母年轻时候的故事。妈说就是每次去部队探亲，然后会在北京转车嘛。爬爬杆只敷衍地嗯了几声，其实爬爬杆压根儿一句没听进去，因为当时他的全部心思都在自己30万的劳力士上。他先是超绝不经意地扒拉袖口，袖穷金表现，金表只要亮相就什么都好说了，伸胳膊、扶眼镜、撩头发，1秒钟800个小动作，想方设法让帅和富这2件事儿在自己身上同时出现。全聚德，7块多吃了一顿饭。看爬爬杆这似曾相识的飘忽眼神和敷衍态度，这不是上集我说的高云翔吗？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是有前提的。对聪明人而言，聪明人最宝贵的特质是懂得在失败中反思，但也不必为摔倒2次的人惋惜，因为第1次是试错，第2次是选择。这块金表作为爬爬杆浑身上下唯一昂贵的单品，担子很重。吃饭溜一波，思考溜一波，把握一切机会刷存在感。当然这都不算什么，直到这一幕，爬爬杆的装逼已然登峰造极。夕阳下，汽车绝尘而去，车窗中伸出一只带着劳力士笔芯的手，决断而缠绵，漫不经心又情真意切。
爱人的身影在汽车尾气里 fade out。爬爬杆他娘的是怎么想到这招的，我都佩服得不行了。不愧是学过表演的人，装逼都比一般人专业。让我用爬爬杆的内心视角演绎一下。冷知识，爬爬杆和张颂文只要一脸苦大仇深的时候，像的不是一点儿。虽然我妈从小告诉我，坐车的时候头和手不能伸出窗外，否则全给你削了，但爬爬杆的装逼是争分夺秒的，绝不放过任何机会的。学表演出身的他应该知道，所有离别的场景里，最 cheap 的表达就是眼泪，最拉质感的表达是一扇窗，胜过千言万语。这画面如果配个顶级的台词再品，我们怎么告别呢？像当初见面那样。这氛围感是不是滋儿一下就直达天灵盖了？你还真别说，爬爬杆这哥们儿有点东西。董璇妈妈过生日，爬爬杆托董璇带了一封信。我觉得爬爬杆、高云翔和卤蛋在这方面是一个培训班出来的。你看，卤蛋能把自己穿旧的牛仔裤缝个裤裆包送相亲对象当礼物，高云翔婚后第一个情人节给董璇送一把报纸包着的狗尾巴草，再加上爬爬杆这千里送张 A4 纸，人间奇才总能找到最廉价的方式表达感情。但别说，说就是。가격이 중요한 게 아니라 마음이 중요한 거죠. 这个东西是能够比可能比他送1万朵玫瑰要更能表达。我觉得我们的爱情，我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，就在任何恶劣的条件下都能够继续。大喜的日子，董璇读了这封女婿给丈母娘写的贺信。自从我的妈妈正好永久冻结后，我还以为董璇忽然卡住是因为错别字太多，原来爬爬杆这是又开始山路18弯往自己身上绕了。祝你呀生日快乐，祝你呀生日快乐。董璇不但没一掌把这信拍墙上，还共情上了，好像爬爬杆父母去世是自己干的。妈，已经走10年了。父母去世这事儿不是不能提，但爬爬杆这频率已经赶上韩雪的我爷爷了。而且你要知道，惨和卖惨不一样，卖惨属于交易，卖是为了要换回来等值或者超值的东西。别人我不知道，但爬爬杆的惨肯定没白卖。都说世界上不可能有帅、专一和有钱共存的三角男人，但爬爬杆让我知道了，反三角男人也有可能活得肆意又骄傲。PUA 高手爬爬杆轻易就摸到了董璇的软肋，一再拿捏，每拿必赢。在3番5次的拿捏之下，董璇一步步退让。结婚。最初董璇坚持只恋爱不结婚，但爬爬杆让他改变了这个坚持。我甚至能想象爬爬杆说服董璇时的样子，一种看似云淡风轻，实则步步紧逼的话术。宝贝儿，结不结婚都听你的，你不想结咱就不结，可老张希望我结婚，这是老张的遗愿，但你要不愿意，我可以不结，你来决定。但他内心的 OS 却是，你说的不算。不对，应该这么说，宝贝儿，结不结婚都听你的。不行，我说不下去了，不得不说，爬爬杆有爬爬杆的本事，就气泡音这块儿，别人都不灵。吃定董璇的必杀技是卖惨，董璇是慈母心泛滥的一种女人，爬爬杆只要提老张，在董璇这里几乎可以横着走。爸
办婚礼。搞定结婚，办婚礼更是 easy job。别办婚礼了，咱俩办了呗。能把一桩大事儿做成漫不经心，进而达到目的，是爬爬干的拿手本事。加上董璇耳根子软，智慧有限，被爬爬干牵着鼻子走，几乎是一定的。商量商量呗，就办了呗。2句话没一个字儿是多余的，既尊重媳妇儿，又顺了自己的意。心机这块儿，董璇都不够给爬爬干提鞋的，更何况爬爬干还能利用老奶狗撒娇的优势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双管齐下，董璇从不办到办，改变主意也就几秒钟的事儿。办啊！当然，爬爬干还是绝活收支，不落口舌，当好人。你别为了就是说迎合我啊！你要是真不想，你觉得这事儿咱干得不开心，或者是别为了我。不用替董璇着急，夫妻关系和其他所有社会关系一样，权利和自由都是靠自己争取的。董璇从选择妥协开始，就已经焊死在了这段关系中服从的角色里。而且你还别说，董璇带着微笑慢悠悠说出这个办的时候，办啊！他内心或许是愉悦的。你看我家小晨晨多能拿事儿，多爷们儿，这男子气概你家老公有吗？当看到一个人执意要吃屎的时候，千万别上去劝，因为他不但有可能不感激你，反而会以为你要和他抢屎吃。爬爬干2战告捷，下一步讨论办哪种婚礼？董璇不想再办传统婚礼，爬爬干也表示同意。我也不想办那种酒店婚礼，但眼珠子一转就800个心眼子的他早有准备。你说一会儿跟妈妈说之前，得还是看你的想法，你愿不愿意，你想不想？岳父母的意见重要，媳妇儿的意见更重要。一句话把董璇的心都说化了。然后还是那一套老汤收汁，就是当然是我是想的，就看你想不想。你要是不想的话，咱也可以不办。爬爬干心里清楚，董璇一家子没一个能支棱起来的。董璇的老妈怎么说呢？一个有求必应、没有原则的烂好人，热爱当菩萨，喜欢做圣母。董璇1婚，明知道女儿是受气体质，还要上强度。就是妈妈经常会嘱咐一些，比如说你要学习做饭呀，你要就是勤俭持家呀。他以前挺大手大脚的，现在怎么说，贤惠了很多。要不说董璇能和佟丽娅做闺蜜呢，这俩的家教都是一个路数的。我就今天就把我的女儿交给老陈家了。那么，希望到了陈家以后，多干些活，给老陈做做饭。等老了以后伺候他。爬爬干车上说的是和父母商量办不办婚礼，但是现在开口却是另一套话术。我俩今天想着就是要把婚礼给办了。果然，董璇爸爸烂好人上身，也在大同办挺好。董璇妈妈也不甘示弱，她就是第一次呢就在家乡，你是女同志，人家她是主要的。一屋子4个人，做父母的一点支棱不起来，全部和女婿站一块儿，否定了女儿的所有决定。所以来自丈人和丈母娘的支持，爬爬干只能笑纳了。我以茶代酒，敬爸妈一杯啊，敬爸妈一杯。不是，这哥们儿的气泡音是怎么回事儿？这是喉咙里塞了只蛤蟆，还是卡了个苏打水机？气泡随用随有，根本冒不进。哎，看来只有请出这位泡界扛把子、颗粒感之父、江湖人称气泡哥的高手前来应战了。结了婚的女生啊，千万不能让你老公在你的身上闻到一种味道。但照例老汤溜缝走一个。你要是不想办，那就不办。卖惨再加持一下。我爸妈也葬在大同。对呀，他也能看着。只要搬出来去世的父母，这天儿就没法聊了。董璇和他父母都是善人，善人最大的弱点是不忍戳破和看不得别人难堪，所以最终只能折磨自己。爬爬干的步步为营之下，不结婚不办婚礼，想办海岛婚礼的董璇变成了结婚、办婚礼、办传统婚礼。
生孩子。关于生孩子，爬爬干屡试不爽的苦肉计再走一波，先铺垫。我原来其实没那么想，再上老演员。但是就是那个我爸走以后，就是这个就挺浓烈的。要孩子是大事儿，董璇再糊涂也不能痛快答应，得上强度。爬爬干轻轻一笑，词儿都准备好了。不能，我现在眼光都特别浅，我感觉我就聊不了这种事儿。眼光现在太浅了。人说大老爷们儿，你天天干嘛呀？说完哭，哭完就笑，笑完又抹眼泪，和哭坟的卤蛋一样收放自如。要不说学表演的，爬爬干算把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活玩明白了。董璇没一口答应，但他不说自己不想，而是搬出了老妈。妈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再生，我肯定就是没有精力再带了。老娘惜命不爱生这话，你给董璇塞20斤爬爬干，他也没胆说。听到这儿，刚才还掉泪的爬爬干立刻就浮现出已经准备好的笑容，头发轻微的甩了一下，俏皮的用气泡音不对，俏皮的用气泡音说哇哇哇，我带呗，肯定是我带。如果之前爬爬干都是使暗招，那这里已经是明着欺负人了。丈母娘过生日都没空的人，你能指望她带孩子？而且孩子这种东西吧，出来就塞不回去，责任和义务贯穿往后余生，任重而道远。而且孩子会让董璇和他深度捆绑，到时候再想抽身的难度堪比登天。要孩子对男人而言就是欢爱一场，但对女人而言是接下来的10月怀胎、鬼门关走一场，以及漫长的哺乳、育儿和琐碎的陪伴。工作要停，身材要毁，颜值要崩。当这些都给到刚从单亲妈妈的角色里松了口气，已经46岁，靠颜值吃饭的董璇，几乎是地狱级的难度。这么多现实的困难盘桓在面前，都没影响爬爬干气泡音的颗粒感。我能说脏话吗？不能啊，好局。既然把话说开了，爬爬干决定把强度拉满。比方说我现在在创作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找不到一些新的突破点跟抓手，我就是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当父亲。创作灵感等于当父亲，他这话的逻辑我没搞明白，上无阵语。演个爸爸，那你有爸爸吗？可奇怪的是，董璇竟然对这事儿不反对。所以你其实不拒绝再要一个孩子，让这个2个人的关系可能更稳定吧。要孩子等于关系稳定，董璇这逻辑我也没搞明白。你上一段婚姻有孩子不也离了吗？然后爬爬干照例用特好使的旧词儿收之。我媳妇儿，我跟你这么说，就是你别千万没有任何压力，就是我们就是顺其自然。我忽然明白一个事儿，爬爬干的气泡音通常是在目的达到后上线，因为那时候他要开始做好人了。气泡音开路会令他的善解人意格外迷人。这里还有一点我也没搞明白，爬爬干能共情老张的不易，相较之下却无法把董璇投射到因为2胎羊水栓塞不幸去世的老妈身上，共情已经奔50的董璇生育的风险。我觉得爬爬干已经不是爱装逼、爱装嫩、爱 PUA 的问题了，而是这个人实在太迂腐、太自私、太无情了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他说他的世界只有董璇了。这人品谁敢和他交朋友啊？另外，董璇你得有心理准备，高云翔油腻归油腻，好歹5官端正，你俩谁都不拉后腿，才有了小酒窝。这基因得多中和成什么样才能生出一好看闺女来？我们这些一定要找漂亮的女朋友，因为我们这负10分，负10分的得找一正15的，对，生一个才5分。爬爬干小时候长这样，你如果想生个浓眉大眼的端正孩子，爬爬干这边欠的这一家，别说是你，我看刘亦菲来了也拉不到正数。绝世美人青霞姨当年标委会紧急上传，然后结果其实嫁了 baggage man 也不是死路一条，但凡青霞姨生个男孩就是 another story。
成功案例可以参考朱玲玲，一双腰果眼硬是干倒了霍家的镇宅寿基因，凭借一己之力让霍家第3代都扭转成了玉树临风的谦谦公子。女劳模赵雅芝2个老公3个仔，都不用看爹，儿子个个浓眉大眼随了自己，连黄锦燊的硬核眯眯眼基因都旱地拔大葱除了根儿。如果雅芝姨生个女孩，这画面我不敢想。其实基因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，我抽空会专门做一期。作为一个什么都有、什么都不缺，又在婚姻里走过一遭的姐姐，谈到爬爬干时，她说：“其实我也觉得她挺勇敢的，就是敢选择我，是吗？我觉得她挺勇敢的。”哎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男人勇敢的门槛如今已经这么低了吗？娶个有模有样、会挣钱的媳妇儿，咋还成一桩义举了？上一段婚姻，董璇的不配得感就很低。10多年过去了，自己颜值没垮，捞金能力生猛，女儿也伶俐可爱，还攒下了丰厚的身家，这说出去都是大优点。可如今姐姐的身段和不配得感，反倒低得有点抽象了。在董璇心里，似乎离异带着孩子是件特不光彩的事儿，连爬爬干这种要啥没啥的人和他结婚都成了一种幸运。你要清楚，当年犯错的是高云翔，而自己有情有义、千里救夫，是让多少热血男儿都刮目相看的壮举。这可是你的大闪光点，甚至是能摆上桌谈价码的。怎么到了爬爬干这儿，反而被你当成污点了？如今连高云翔都浓眉大眼的开始第2春了，你就不配谈情，就低人一等。你不支棱起来，女儿可怎么办？小酒窝还指望妈妈给他撑半边天呢。其实董璇这种心态在从小被打压教育的女性身上很普遍，她们总习惯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时刻需要被别人认可，被别人接纳，而且男人的3言2语就会让他们感激涕零。董璇的无价值感应该和她家庭从小灌输的教育有关，加上社会对离婚女性和中年女性的歧视过于严重，才会导致她上赶着给一个四处漏风的男人送人头。其实董璇完全可以只谈情不结婚，她足够强大，爱情对她而言属实是锦上添花的事儿，但她太陈旧，可能在她的认知里，婚姻仍是谈情的必然归属，否则就有耍流氓的嫌疑。陈腐观念对女人必须要有男人的执着，就和山东人对考公的执着一样。第1次婚姻里，我推断他是被高云翔打压着的，他不但没有成长，反而更自卑。都说董璇体面，他可能心里也是这么定义自己的，体面已经被他腌入味儿了。当董璇问爬爬干，就是说以前的这些事儿，你会不会心里难受？爬爬干的回答竟然是不会啊。这让我想起我儿子小时候问班上的一个印度同学，印度是不是世界上最棒的国家？那同学想了一下说，是的。你俩他娘的真是一个敢问一个敢答。董璇都没介意爬爬干拿不出手混不上台面的样子，就结个破婚，一堆垃圾们咋还结出优越感了？ 가장 제가 감동받는 말은 Thanks to marry me。 董璇在这段婚姻里的弱势体现在方方面面。俩人商量结婚请柬的事儿，爬爬干出了一个馊主意。手写好不好？好好的婚宴不说，非要撂英文。比方说那个董璇跟张薇的那个 party， 他要真这么写，我怀疑他山西那帮亲戚拿到请柬会……这啥逼玩意儿？关于有人动不动就要手写这种爱好，纯粹是没苦硬吃式的自我感动。因为你花时间成本写的东西，最终的归宿一定是垃圾箱，也是过来人才会觉得这很扯淡。这个东西你真的没必要，我觉得。但新婚的人很容易把这种没苦硬吃的自我感动视为一种浪漫。对，这都是烧出来的，一份一份这样烧哦，一份自己烧，就边边这样子我自己烧出来。啊，对了，许维恩这对儿后面离婚了。关于爬爬干的这个馊主意，我以为董璇能怼个漂亮的，
结果，那我字太难看了。哎，董璇这软蛋真的是没救了。再配上小晨晨这矫情的搓手和撅嘴，气得老娘乳腺都有点不通了。我想我必须 solo 一段了。手写好不好？手写？我去，这不脑子有病吗？你这手搓什么呢？上面有屎是吧？37了还撅嘴卖萌，不想看，烦死了，够够的。大男子主义分2种，一种显性，一种隐性。显性的，比如黄晓明，不要你觉得，要我觉得那种，用自我价值做筹码，用钱和资源换对方的低姿态。这种人固然有人格缺陷，比如缺乏共情能力且自我，但他至少提供了东西给对方，而且任何事都不藏着掖着，摆台面上说。隐性大男子主义比较难识别，他们通常会在初期伪装成舔狗或者暖男，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本事，只能以低姿态让对方卸下防御，而一旦得手，双方的关系就开始对调，这时他们的控制欲和颐指气使开始释放。女孩喜欢舔狗，就是贪图他们提供的情绪价值，这些细节令他们沉迷，却不知道只有目的性很强的人才能做得如此巨细靡遗，而爬爬干就是个中高手。隐性大男子主义比显性更可怕，因为他所有在舔狗时期失去的尊严、积累的怨气，日后都会通过打压对方加倍找补回来。记住哦，是日后。爬爬干的做作、矫情，1分钟800个小动作，是因为不自然。人在努力伪装和压抑天性的时候，小动作特别多。他用小动作掩盖呼之欲出的控制欲，但这些在董璇这里都被解读成了依赖和破碎感，直击他的痛点，让他心疼坏了。可能董璇的人生太顺，他的渴望，他的精神终极追求就是苦一点，把自己折腾着忙碌着就好了。就像金敏喜，典型的好日子过腻了非要给自己上强度那种。在这段婚姻里，董璇要陪伴没陪伴，要物质没物质，最多是收获一点恋爱的甜蜜，为此他却要付出大量的情绪价值甚至生育成本。爬爬干可能自己都没想到拿下董璇这么容易，他甚至一点物质都还没来得及付出，对方已经和他确定了关系。现在他已经拿下了董璇，拿下了董璇的父母，如果未来有了张小宝，他就会顺势拿下董璇的财产，因为到那个时候董璇就完全无法抽身了。习惯性折腾自己的董璇这次也算是求锤得锤了。真正性格健全的男人本身是接近不卑不亢的，他们不会因为自卑和自负无法平和与人相处，即使在一桩女强男弱的婚姻里，也不会产生我在拂晓作低的窝囊感，全因为他们能用平常心去看待两性关系。同样是女强男弱的姐弟恋，这对儿就非常和谐。丈夫很好地参与到了新的家庭生活中，即便被老婆养的那段时间也十分平和。他觉得主内也不是不行，做家务也不丢人，继父的角色他也做得很积极。但这些自卑的人是做不到的，他们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，面子让他们不肯为伴侣提供任何实际的价值。而育儿、家务和老人赡养这些很实际的问题，在他们的认知里就等于自己做了冤大头。比如刘吉手，他的粉丝以炫耀女性为他们倒贴为荣，通过对对方的不尊重、不在意、不爱惜，彰显自己的大男子主义，以此来强调自己有多牛逼。爬爬干的矛盾正是来源于此，极端的自卑又极端自恋，自视甚高，但现实里又很窘迫。这种撕裂让他人格变形，进而让他对承担婚姻里的实际付出永远采取敷衍和逃避的态度，把这一切都推给女方，却又要别人看到董璇是如何一厢情愿地倒贴他，他是双方关系的上位者。但拧巴的是，实际上爬爬干一无所有，所以又只好通过卖惨和示弱来操控对方的情绪，让伴侣心甘情愿地为他付出，因为这都是他炫耀的资本。
而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会为董璇的处境共鸣，是因为我们也惧怕这种以爱之名的压迫、勒索和操控。我们惶恐自己有一天会成为董璇。因为当年跨国救夫的壮举，董璇一直生活在好女人的定义里，她自己似乎也被动接受了这个道德排放，一路背负到如今，变成了捆绑自己和家人的蔓藤。即便拥有了一切，却还是不肯做潇洒的单身贵族，却以下嫁的方式再次进入传统叙事。我甚至能想象到她妈妈给她的教导：璇儿啊，听妈的，咱女人呐，她必须成家，必须要有个老公。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吗？没老公那日子哈，它不叫日子。虽然希望渺茫，但我还是希望董璇幸福。爬爬干最好能意识到，董璇如果不找他，其实也行。真的爱董璇，是帮他从排放里解脱出来，让他在上段婚姻挫败的锐气、打压的信心，在这段婚姻里滋养出来，让他幸福舒展地过人生下半场，而不是一边我弱我有理，一边把人嫁到生殖科。真正勇敢的男人，不是看着10楼牌坊砸在女人身上，你站在石堆上说这不要紧，而是应该动手把石块搬走，把人拖出来。我是小猪，谢谢观看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